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读书频道。这里是新的一期的内容。我们这一期与以往不同，我会用简短的时间为大家去分享我这一年来读过的一些好书，为大家带来这些好书的精髓。当然，我的解说内容仅供参考，也参考了很多网络上的资料。如果大家对我推荐的书感兴趣，希望同学们去一同购买，能和大家一起充实自己，积累更多的理财和投资技能，是这档频道的初衷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非常的有名，相信大家也都听说过，它的名字叫做《穷爸爸，富爸爸》。这本书为我们解说了穷人的思维和富人的思维究竟有怎样子的区别。它剖析了穷人和富人的思维，是一本入门级的理财书，也是理财的必读书。首先，我们也来介绍一下这个作者罗伯特清崎。罗伯特清崎是一位从零开始靠投资的和自己的企业，在42岁的时候实现了财务自由。好的，那么我们来进入这本书的正文。穷人的思维和富人的思维究竟有怎样的区别呢？我的穷爸爸总是说，贪婪是万恶之源，人就应该懂得节制。我们不要浑身都是铜臭味。而富爸爸却说，贫穷才是万恶之源，贫穷会放大人性的恶，会把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抹灭掉。与此相反，有钱才会帮助到更多的人，有钱才会消灭掉世界上更多的恶。而我的穷爸爸总是说：“你要好好学习，以后就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。”我的富爸爸却说：“你要好好学习，这样以后你就能开自己的公司，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给别人。你看见好的企业，还能够去收购他们，给更多的人带来工作的机会。”穷爸爸经常教罗伯特怎样制作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简历。而富爸爸则教他写自己的商业计划书和财务计划表。穷爸爸遇到一个特别贵的东西，总是习惯性的说：“这个我可付不起，就不要再去想这个问题了。”而富爸爸则坚决禁止说这样子的话。他会让罗伯特和麦克去想：如果我想要这个东西，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够买得起它呢？穷爸爸会花一笔钱，花每一笔钱的时候都会花很长的时间思考。花钱就像割自己的一块肉一样疼，生怕花出去的钱再也回不来了。而富爸爸却不会这么拘谨，他会告诉罗伯特要学会风险控制，一旦钱在风险控制之内，就可以大胆的去投资。而穷爸爸总是相信政府会满足人民的需求，把自己的年老退休计划全部都压注在政府身上，所以他平时最关心的就是加薪、退休政策、医疗补助这类型的问题。他把生活的希望都寄托在晚年的时候，政府能够定期的给他发钱花。富爸爸就完全不相信这一套，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有了别的依靠，就不会不知不觉的变得软弱，变得不思进取，而这些才是导致贫穷的最重要原因。一个人要始终对自己的财务状况负责，要持续的学习才是最大的保障。最后两位爸爸去世的时候，穷爸爸留下来一大堆银行的账单，而富爸爸留下了数亿美元的资金去做慈善。麦克继承了富爸爸的事业，继续创造更多的钱和更多的就业机会。到这里，穷人的思维和富人的思维区别就应该非常清楚了。穷人的思维遇到了钱的问题就是逃避，不学习，不行动，财商一直都会比较的低，最后当然就会面临财务困境。富人的思维永远是直面钱的问题，他们会学习理财知识，提高财商，最后钱会源源不断的涌向富人。财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，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。
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家长的财商都很低，家里没人教，学校也没人教，所以大部分人成年之后财商都很低，这是大部分人一生都生活在财务困境之中的根源。那到底怎样提高财商呢？富爸爸给了2条建议。第一条是富人不会为了钱去工作，富人不会为了一点点小钱就出卖自己的时间和劳动，那是穷人干的事情。富人会把精力花在关注在自己的事业上面，他们非常珍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。富人会为了自己的成长和快乐而去工作，不会只为了赚钱而去工作。富爸爸给罗伯特讲了一个老鼠赛跑的例子。他们说，大多数受过传统教育的人，虽然每人的情况千差万别，但整体上还是有惊人的相似性。比如从小被告知要好好学习，毕业后才能找到好工作，于是他们就像一只老鼠在一个笼子里一直跑一样，如愿以偿地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，然后结婚生小孩儿。他们的职业可能是医生、律师，有着不错的收入，但工资也就够付房费和供子女上学而已。然后他们为了改善生活，就更加努力的工作。刚刚升职加薪，开支也跟着上升，他们缴更多的税，有更多的开销，刷更多的信用卡，欠更多的债，于是更加努力的工作，就像一只小老鼠在圆形的笼子里快速奔跑一样，看上去非常努力，实际上他们却在原地打转。那么，怎样才能摆脱这种老鼠赛跑的陷阱呢？我们首先要学会直面自己的恐惧和欲望，比如学习理财知识，提高财商。财商高了的人就不再那么恐惧。大多数人出去找一份工作的动力是因为恐惧，害怕付不起账单，害怕被解雇，害怕重新开始。于是，大多数人都是钱的奴隶。为了消灭这种恐惧感，他们通常会用很廉价的出卖自己的劳动力。实际上，很多人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他们所干的活。为了让罗伯特和麦克不为钱工作，富爸爸很早就刻意的训练他们。有天，富爸爸问他们想学什么挣大钱，2个小朋友大声地说想。然后富爸爸说学可以，但是需要白干活，一分钱工资都没有。但是你们可以从我这里任选一个工作，每个工作都会对应一个技能，这些技能可以组合出一个事业来。从此，2个小朋友便开始了免费为富爸爸工作。在免费工作之中，罗伯特学会了不为钱而工作，而要为学习、为成长而工作。第二条是学会区分资产和负债。大多数人分不清楚什么是资产，什么是负债。资产是能够持续给你带来净现金流入的东西，负债是持续给你带来净现金流出的东西。比如你有一辆车，你可以觉得这是你的资产，但是其实不是，车是负债。如果你养护它，需要源源不断的花钱。而变富唯一要做的就是搞清楚资产和负债的区别，并且不断的买入资产。这个规则听起来非常简单，但是需要大部分人都不知道。大部分人是挣得多，花的也自然多。他们大量的买入自以为是资产的负债，最后把自己的经济状况拖垮。一个年入100万、贷款买豪宅、豪车、入不敷出的人，仍然是个穷人。那么富人是如何消费的呢？他们绝对不会用本来要去购买资产的钱去买负债。如果他们想要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，需要购买一些奢侈品，一定是用资产赚来的钱去购买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会努力先把钱生钱的模式搭建起来，然后再去考虑消费。只有养成正确的金钱观，不断的购买资产，减少负债，想办法让钱生钱，才能尽早的实现财务自由。到这里，这本书我们也与大家分享的差不多了。最后，我们来一起做一些简短的总结。《穷爸爸和富爸爸》这本书，第一点为我们讲解了穷人和富人思维上的区别。穷人思维的人遇到钱的问题是逃避，不学习，不行动，
于是他们的财商一直很低，最后当然会面临财务困境。富人的思维是永远直面钱的问题，他们会学习理财知识，提高财商，最后钱会源源不断的涌向富人。第二点是提高财商的两个建议：富人不会为钱而工作，富人学习区分资产与负债的不同，富人会让钱为自己工作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内容。希望感兴趣的大家继续持续的关注我们的频道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